大家好，这一期呢，我们来聊一聊这个墨西哥签证怎么去办理啊。那么上一期呢，我已经讲过了啊，就是这个网站的话是墨西哥驻上海领事馆的一个官网啊，然后呢，官方网址在这里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。然后呢，我们昨天也说了嘛，就是说，哎，这个旅游签证啊，它是有免签资格的，有些人他是有免签资格的，比如说你持有这些签证是有免签资格的。当然的话啊，建议多次啊，这边没有写明是单次啊，但是呢，我建议多次啊，因为他在另外一个地方他写明了是多次啊，所以说呢，一定要注意一下这个东西啊。那申根签证的话啊，这个多次签证是比较难拿的啊，首次拿的话都是拿单次签证的比较多啊。那么我们今天就来看啊，这个没有的情况下啊，如果说你没有持有这些东西啊，那么我们就点没有啊，怎么办理啊？他这边官方说明的啊，是旅游签证。那么申请须知啊，第一条的话，有效护照及有关信息复印件啊，这个可能是就是护照最好复印一下啊。那么最好把那个你曾经有过出国记录的历史啊，比如说有其他国家签证啊，即使没有什么美国、加拿大、日本啊，你如果说有什么泰国签证，你也复印一下吧，啊，这个出入境账啊也比较好，我觉得。他这边都说了啊，本人签字页若未在护照同一页面啊，则需额外复印啊。因为我们现在的护照都是一质的护照嘛，都是电子护照啊，它这个上面有签字的这个印记的啊。那么照片啊，规格都有啊。那么还有第三条，打印一张正反面啊，注意在一张上正反面啊，不是两张啊。需本人填写内容及亲笔签字啊。下载申请表啊，这个表格我在这里了你打印下来啊，这个不是在线提醒啊。它这个表格呢，它是西班牙语跟汉语啊相结合的啊，那么还是比较简单的啊，我们可以看一下啊。那么填写的时候呢，你不要写汉语了，我觉得这个最好写这个什么呢？写英文方式吧，英文表达吧，或者说你写两个也行啊。一般来说的话都写英文啊，都是写英文的。那此申请表免费发放啊，然后打印下来啊，正反面啊，注意不要错啊。那如果说，我觉得，写中文的话，那你最好写两份啊。如果说为了保险起见的话啊，那么就一份写英文，一份写中文啊，这样的话两份都带去嘛啊。因为它这个墨西哥签证它是要面谈的啊，它是跟美国签证一样的，是要面谈的啊。然后呢，第四条啊，经济证明需提供以下材料之一啊，我们要注意之一啊，就是说任意一项啊，那么 A 和 B 两项啊，A 的话就是申请人近3个月内的银行流水原件及复印件啊，这原件我都不是搞很懂啊，一般来说的话，你就是拿到这个招商银行比较方便啊。那如果说你其他银行的话，你最好去问一下，因为招商银行的话，它是有提供这种中英文的这个银行流水账单啊。其他银行我不清楚啊，最好你问一下那个能不能提供中英文双语的账单啊。每月流水不低于9000人民币啊，基本上就是说，入账的金额是不低于9000人民币啊，你就进账每个月收入啊。那 B 的话啊，在职证明啊，可提供中文、英文及西班牙语啊，中文也行啊。用公司抬头纸打印啊，这个要注意啊。就打印的时候呢，上面公司抬头纸就是上面有一行字啊，最好红色的啊，然后并且内容标注啊，职位、税后月薪啊，注意啊，税后啊不是税前啊，工作年限啊，行政机关的鉴定性加盖公章复印件啊，这个的话问题不大啊，直接加盖公章就行了啊。还有复印件啊，然后就是你搞这个表格原件加复印件嘛啊。其实呢也不会非常非常严啊，但是我觉得收入的话不低于9000人民币啊。那如果说你两份都带去的话，那我觉得更好啊。但虽然说他也选择一份，但是两份都带去的更好。当然有些人他没工作嘛啊，那没工作，比如说有些人啊他是自己做生意的啊，那搞这个也行啊，对吧？那么第五条，这条我们不需要看啊，因为他是非中国国籍的申请人啊，那么需要提供中国的合法居住证明啊，证明自己不是黑户啊。第六条，预约申请啊，主要的难点在预约申请上啊。那么我们继续看啊，办理流程，带好上述所需文件啊，根据在预约系统啊这个系统上这系统我打开了啊，我都登进去了啊。这是一个这样的系统啊，它是可以有中文系统的啊，但中文版本的话，它翻译有些时候不是很准确啊，需要注意一下，比如说这个时刻啊，这明显是时间嘛反正有些翻译不是很准确啊，那么注意一下。我们继续看啊，然后呢，就是上面预约时间啊，提交日期和时间来使馆办理，然后在接待窗口递交材料啊，这个你就材料交给他嘛
反正人过去嘛，在递交材料的同时采集生物信息啊，就拍照跟那个录指纹啊，进行简短的领事面试啊，确认条件和签证要求是否相符，以便审核签证啊。这个面试的话，是等于说你进去之后呢，他是有个翻译的啊。他面试官的话，他是签证官的话，他是用西班牙语跟你说话啊。当然的话，他有可能也会跟你说英语啊。那么旁边一般来说的话是有个翻译的，因为我看网上很多人他们就是有说明嘛啊。那他问的问题的话，就是说，哎，你去墨西哥干什么？你的工作是做什么的？你的专业是什么？你生活在哪个城市啊？还有的话就是你去墨西哥什么地方玩啊？基本上就这些问题，简短问题啊，你要回答上来啊，说明的合理理由啊。那么然后呢，如果面试结果顺利的话啊，当天的话他就会有结果了啊，他会告诉你是通过了还是不通过了啊，立马就知道啊。那么会交给申请人一张注明金额的缴费单啊，根据联邦收费规定$36啊。但是呢，我看到很多人说的话，他们当时是付了300多人民币啊，330多人民币吧。那么这个的话，钱的话就不算他了啊，反正就管他说多少钱就多少钱呗，是吧？然后的话，这个缴费的话，说实话，有些人他是这样写的，他是说是先缴费啊，再去面试啊，这样子啊。那么他这边的话，流程的话是好像是先通过之后再去缴费啊。如果按照这个流程的话，那就是通过之后啊才会要收钱啊，不通过的话那就不要钱了，对不对？这个大致到时候你自己看情况啊，如果去问一下啊。那么我们再看一下这个预约系统啊，这预约系统说实话很难用啊。我这边的话是一个它本身的官网上的一个文档啊，是预约系统的一个说明文档。这个文档呢，哎是官方的啊，我们看一下啊。首先的话，哎这个语言切换这里啊，然后点创建账号啊，第一次使用的话创建账号有个邮箱地址啊。好，然后往下看，这边的话，哎要为什么什么手续啊，这个翻译啊，你这边的话要点一下选择什么领事馆，对吧？你可以输入个上海啊，然后可以输入别的地方啊。那领事馆的话啊，你要看了确认位置啊，你看这里啊，驻华大使馆北京啊，管这么多地方啊。那么上海领事馆的话啊，就是上海、安徽、江苏、浙江啊，长三角啊。那广州领事馆的话，哎稍微多一点啊，是等于说是珠三角啊，加上这个周边省份啊。那广东省的这个邻近省份嘛，福建、江西、湖南、海南啊，广西，对吧？香港的话我们就不管了。那你这边填好之后，再往下看啊。这个的话是注册啊，还是注册步骤啊？注册成功了啊，这个注册成功了。然后呢，这个邮箱激活啊，比较简单啊。然后我们再访问这系统啊，你看我刚才就打开这系统这里啊，点安排是吧？然后点安排，点安排之后呢，它会这边切换到这里啊，中国这帮选好了，然后你选择那个什么地方啊，比如说广州就广州啊，什么地方啊，然后呢，再注意这里啊，这个很重要啊，这一步很重要，一定要注意可用的手续啊，这边有个 visas 啊，就是这个签证啊，一定要有这个字样啊。如果说这个字不存在的话，你就不要点下一步了，你也不要去预约了，等于说没有这个功能那种，知道吧？就是说你如果说有这个字样出现之后，你才有这个名额开放啊。那么如果说没有的话，那你必须等到有新的签证预约名额开放啊。那么所以说呢，这种情况呢，很多人这个名额没有的话啊，他们好像搞那种程序脚本啊，他是去识别这个有没有这个字样出来啊，出来之后就抢这个东西名额啊。所以说呢，有些时候呢确实很难抢啊，你要自己刷新啊，或者说自己搞个程序。它这边旁边还有一个什么，就是如果您根据所在地申请的办公室没有出现在列表中，则意味着暂时没有申请空位啊，您必须等到新的名额开放啊，还是很烦人的事情啊。那么如果有空位啊，请选择相应的领事馆并确认啊。那么确认领事馆预约一下啊，就选择下接受啊，那就行了啊，对吧？然后往下拉，然后呢，这一步非常重要啊！这边的话，他让你输入什么 CURP 啊，你不要输入它啊，因为 CURP 是墨西哥人的身份证号码，你没有这个的话就不要输入它啊，除非你是有他们长期签证或居留卡之类的啊。那么你要这边点手动添加啊，手动添加，外籍人士点击手动添加，然后再往下拉。那么它这边的话就是填写这个申请信息啊，但是有个问题啊，系统中存在故障啊，它自己承认存在故障，导致并非每个国家、地区、省份的信息都能正确显示啊。如果您看不到自己的确切出生地啊，请选择
最接近的出生地啊，等于说你看不到什么你是浙江的，那你就选择一个安徽或上海的啊，你就要近一点的啊。然后点击验证啊，就会提醒您可以继续。那么继续之后呢，它这边有呢，你看这个步骤这里面啊，它有个 Visas 啊，然后呢，赴约前请在领事馆网页上确认您申请服务的相应费用啊，这费用确认一下啊，然后再往下看。然后呢，点这个 Visas， 然后点击添加啊，添加的话你要选择这个类型啊，类型的话，比如说商务签证，商务和旅游是一起的啊。第二种呢是申请工作许可签证啊，就工作签证啊，之前啊通过什么什么我不管了啊，可能是别人先在墨西哥先帮他申请过，然后他在这边申请啊，二次复核一样的啊。如果看不到所需的预约类型，则意味着没有预约名额，您必须等到该特定服务的新空位开放啊。说白了就是还有可能，非常可能这个忙碌啊。那么手续类型的话，它有很多种啊，比如说呢，大类的话就是一个工作签证跟短期的商务跟旅游嘛，啊，这边的话是短期商务旅游的意思啊。然后呢，选择的话它有这种啊，比如说啊，非商务访问啊，旅游和商务啊，从事无薪酬劳动啊，逗留时间不超过180天啊。还有一种是10年签证啊，从事无薪酬劳动，每次逗留啊不超过180天啊。那么其他的话就劳务访问啊、临时拘留啊、临时拘留签那个学生啊、永居啊，这个我觉得一般人可能用不上啊。那么这里的话是一个工作签证啊，工作许可签证，大家可以看一下啊，随便看一下啊，就输入一个编号啊。好，从这一步开始呢，两种签证预约的流程是相同的啊。这里呢，我们都选否啊。如果说你是墨西哥公民的话，那你就标记自己看一下啊。如果说不是墨西哥公民的话，全部选否，然后点继续。那么这边的话是输入一个申请人地址啊，还有紧急情况下输入一个紧急联络人啊，类似于信用卡一样的。那么紧急联络人信息是否与申请人地址相同啊？比如说你最好输入一个家人的相同地址啊，跟你一起住的人啊。那么点是的话你就不用输入了，点否的话你要添加这个人的地址的啊。然后我们再点继续。好了，这一步的话就是开始预约的概况了啊。您将看到预约办公室信息在这里啊，这个位置啊，比如说上海，北京啊。那名字，你的名字啊，那手续的话就是什么签证呢？这个 SRN 的是一个就是短期旅游签证啊，CON 的是工作签证啊，这要区别一下。那么出现这种注意事项的话啊，这个 attention 的意思啊，就是说，您表示显示的月份时段啊被其他人预约了啊，你要查看下一个月啊，看看下一个月，你看这个可用性较高啊，可用性低，几乎不可用啊，我们可以看出来啊，那么可以点下个月啊。那么比如说这个是可用的啊，那可用性较高的，那么我们点这个啊，看看这个有蓝色的啊，点一下，然后点安排，然后再选择时间啊。那么这样的话就是预约成功了啊，预约成功之后呢，它会显示时间、日期、时间啊，然后呢结束啊，你要注意啊，下载确认信息啊，这个下载啊，下载这个确认函啊，然后呢要把它打印出来啊，打印出来了之后，当天要带上这个打印版本啊，预约确认书的打印版本。那么如果说你不小心关闭了啊，那么其实它还会收到一封邮件啊，邮件的话里面也有这个 PDF 的文件信息。它这个系统呢，确确实实有很多的麻烦的地方，而且这种经常报错啊。如果说你点击安排按钮，您看到以下信息出错啊，生成预约单出错，请重试啊，表示可能您已经成功预约了时间段啊。那么我们检查的话，就是在主页上检查啊，在这个系统的主页上显示预约啊，看看有没有显示啊。你如果说你像这个系统上有这样显示的话，就成功了啊。比如说像我这样的话就没有啊。如果说它有目前的预约下面这边有一栏的话，那就成功了啊。你看这样的就成功了啊，这样的话就可以了啊。然后一定要把这个下载下来，打印出来，然后就带上去，就可以面试，然后通过签证了啊。那么我就把这个简单流程就介绍给大家。